窄门。当两个灵魂因极致的爱慕，执意要将彼此推向神坛而非相拥，当通往永生的窄门被奉为信仰的圭臬，却窄到容不下两个相爱的人并肩同行，我们该如何分辨？那转身离去的背影，究竟是奔赴神圣的圣徒虔诚，还是害怕被世俗情爱灼伤的灵魂怯懦？当我们以德行之名推开触手可及的幸福，以永恒之名放弃眼前的相拥，那道被奉若神明的窄门，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成了困住两个年轻生命一生的无形囚笼？故事的起点落在杰罗姆父亲离世的那一年，彼时他还不到12岁，敏感、孱弱，天生带着清教徒式的内敛与对德性的天然向往。母亲不愿留在丈夫生前行医的勒阿弗尔，带着他移居巴黎，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下了一套小公寓。母亲曾经的家庭教师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搬来与他们同住。这位孑然一身的女士与母亲一样沉静忧郁，两个身着丧服的女人构成了杰罗姆童年里最核心的底色。母亲与阿斯波尔顿小姐对杰罗姆百般呵护，生怕他累着，幸而他天生热爱学习，才未曾养成懒散的性子。每年6月中旬，只要天气转暖，两位女士便会觉得他脸色苍白，执意要带他离开城市，前往勒阿弗尔附近的芬格斯马尔农庄。布克兰舅舅一家住在这里，每年夏天都会热情接待他们。这座诺曼底的农庄成了杰罗姆一生都无法挣脱的精神原乡，他所有的爱与痛、信仰与绝望都从这座花园里生根发芽。布克兰家的白色3层小楼坐落在长方形的花园里，朝东正对花园，前后各开着20多扇大窗，左右两侧只有素白的墙壁，窗上的方格玻璃新旧交错，有些带着长辈口中的气孔，透过它们向外望，树木会扭曲变形，路过的邮差也像突然驼了背。楼前是一块绿荫如盖的草坪，一圈历史小径环绕四周，正对小楼的围墙矮了一截，露出外面的农场院子。一条山毛榉林荫道划定了农庄的边界，小楼的西面更显自在。南墙边的果树架前，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被浓密的葡萄牙桂樱遮去了海风，北墙的小径隐没在苍翠的茂林里，表姐妹们都叫它黑暗小道，黄昏之后没人敢踏足。顺着2条小径走下几级台阶，便是低处的菜圃。菜圃尽头的围墙上开着一扇小暗门，门外是一片矮树林，左右2条山毛榉大道在这里交汇。站在西面的台阶上，目光越过矮树林，能看见连绵的田野与远处村庄里的教堂。清幽的傍晚，总有几缕炊烟从村舍的屋顶袅袅升起。除了花园，孩子们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学习室里度过。那间屋子原本是舅舅的书房，里面摆着几张小学生课桌，杰罗姆与年纪最小的表弟罗贝尔并排而坐，身后坐着他的2个表姐，比他大2岁的阿丽莎·布科兰和比他小1岁的朱丽叶特·布科兰。4个孩子里，阿丽莎总是最安静的那一个，她极少参与弟弟妹妹的游戏，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坐着，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神色，2道弧度极大的弯眉挑得极高，让他的目光里永远带着一种热情的探问，一种饱含忧虑又充满信赖的等待。杰罗姆的一生都被这道目光牵引着，走向了他未曾预想的方向。父亲的离世让杰罗姆过早的成熟，再次来到芬格斯马尔时，他看着朱丽叶特与罗贝尔只觉得稚气，唯有见到阿丽莎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意识到他们2个都已经不再是孩子了。而真正在阿丽莎心里刻下第一道裂痕的是她的母亲露西尔·布科兰舅妈。
这位克里奥尔出身的女人是个孤儿，自幼被沃蒂埃牧师夫妇收养，16岁时与布科兰舅舅一见钟情，步入婚姻。她生得极美，总穿着轻薄的衬衣，领口开得很低，肩上常搭着一条惹眼的红披肩，粗眼发网兜住半卸在颈背的浓密卷发，黑丝绒颈圈上挂着镶嵌花的椭圆警示，浑身都带着一种与这座沉静农庄格格不入的撩人的生命力。他极少参与家人的生活，午饭过后便躺在沙发或吊床上，直到傍晚才无精打采地起身，要么对着小镜子整理鬓角，要么拿着一本永远合着的书，任由手帕、书签、花朵从手中滑落。杰罗姆对这位舅妈既爱慕又恐惧，一种模糊的本能让他始终对她抱有防备。这份防备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变成了真切的厌恶。他进客厅找书时被舅妈叫住，他笑着揉扯他身上的水手服，扯掉了领口的一颗纽扣，说：水手服的领口要再敞开一些才好看。随即伸手探进了他半敞的衬衣里，笑着问他怕不怕痒。12岁的杰罗姆猛地挣脱开来，满脸通红地逃到花园深处，把手帕浸在菜圃的小水池里，一遍遍擦洗所有被舅妈触碰过的地方。更让这个家不得安宁的是舅妈时常发作的怪病。病发时毫无预兆，卧室里会传来可怕的叫喊，舅舅慌作一团，在走廊里来回奔跑找乙醚、拿毛巾。阿斯波尔顿小姐会立刻带着孩子们躲开，唯有阿丽莎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一次舅妈发作的极其严重，厨娘在走廊里边跑边喊：先生快下来看看呀，可怜的太太就要死了。而杰罗姆的母亲找到慌乱的舅舅后，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好几遍：亲爱的，还用我告诉你吗？他都是在做戏。做戏。这场戏的终章在复活节假期里落下了帷幕。杰罗姆回到勒阿弗尔，在舅舅家按响门铃，女仆拦住他说舅妈又发病了，他却执意上楼，在3楼舅妈敞开的房门外看见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窗帘紧闭，烛火摇曳，舅妈躺在长椅上，罗贝尔和朱丽叶特站在他脚边，一个穿中尉制服的青年站在他身后，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反复说着：布克兰，布克兰，我要是有只羊，一定给他起名叫布科兰。舅妈放声大笑，递给青年一支烟，烟掉在地上，青年便假装被披巾绊倒，直挺挺地跪在了他的面前。杰罗姆悄无声息地溜上4楼，推开了阿丽莎的房门。昏暗的房间里，阿丽莎正跪在床头，背对着窗，脸上满是泪水。看见杰罗姆进来，她喃喃地说：啊，杰罗姆，你怎么回来了？那一瞬间，杰罗姆的一生都被注定了。他俯下身吻了她，跪在地上祷告，将哭泣的女孩护在怀里，在心里发誓，今生今世只求庇护她免受邪恶的侵袭，生活的伤害。阿丽莎靠在他怀里，声音压得极低：杰罗姆，不要告诉别人，可怜的爸爸还什么都不知道。杰罗姆遵守了这个约定，对母亲只字未提。回到巴黎不久，母亲便接到了电报，露西尔舅妈与那个军官私奔，离家出走了。杰罗姆问阿斯波尔顿小姐是和谁一起私奔了吗？这位温柔的女士只是摇了摇头。孩子，这事儿以后问你母亲吧，我没法回答你。那个周日的早晨，杰罗姆在勒阿弗尔的小礼拜堂里第一次听见了那句改变他一生的话。沃迪埃牧师站在布道台前，一字一句地念着路加福音里的经文：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宽门和阔路引向沉沦，进去的人很多。
然而窄门和狭道却通向永生，只有少数人能找到。杰罗姆的座位在阿丽莎身后，隔着几个位子，他只能看见他的侧脸。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牧师的话语仿佛不是他自己听见的，而是由阿丽莎传递给他的。在恍惚的幻梦里，那扇窄门先变成了一台闸机，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进入。虽然进入的过程异常痛苦，但这苦痛中也带有天福将近的滋味。继而这扇门又化为阿丽莎的房门，为了进去，他极力缩小身形，将一切私心杂念都排出体外。他看见那条阔路上挤满了嬉笑打闹的人，若是与他们同行，每一步都会让他与阿丽莎渐行渐远。只有少数人能找到。牧师的这句话在他心里反复回响，他暗自下定决心，但愿自己是其中之一。布道结束后，他没有去找阿丽莎，转身便离开了教堂。他想以这场离去考验自己配得上他的决心。日子一天天过去，杰罗姆对阿丽莎的爱慕让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崇尚德行的道路。在他看来，克己自律同别人的恣意放纵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对未来的追求，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获得幸福所付出的无限努力。在他的心里，阿丽莎如同福音书中那颗无价的珍珠，而他就是那个为了得到它不惜变卖一切家当的人。一个夏日的午后，杰罗姆躺在花园的山毛榉树下看书，无意间听见了阿丽莎与舅舅的对话。阿丽莎问舅舅，帕里西埃姑父是不是个出色的人，又问杰罗姆挺聪明的对不对，再问舅舅认为杰罗姆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舅舅回答说，一个人要想变得出色，还需要信任、支持和爱情，也就是他这辈子最缺少的东西。当晚祷时，杰罗姆向阿丽莎为自己的偷听道了歉，随即鼓起勇气对他说，无论将来我成为什么人，全都是为了你。阿丽莎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她微微耸耸肩，我们每个人都应独自到上帝那里去。有基督在，你为什么还要另寻向导呢？只有当我们祈求上帝忘却彼此时，才有可能更进一步接近。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吗？对，让我们相聚。杰罗姆打断他，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这是我每天早晚都要向上帝祈求的。我完全明白，这指的是我们在共同崇拜的对象那里激动热烈的重逢。正是为了与你重逢，我才去崇拜你所崇拜的对象。你崇拜的动机不纯。阿丽莎伸出一根手指贴在唇边，神情庄严得近乎神圣。先去寻找天国和天理吧。如果你不在天国，这个天国我不去也罢。杰罗姆脱口而出。他们弄到了拉丁语版的福音书，大段背诵其中的章节。阿丽莎以辅导弟弟作为借口，经常和杰罗姆一起学习拉丁文。杰罗姆知道，他只是想继续听自己朗读。他不敢对阿丽莎不感兴趣的学科投入热情，他的思想始终追随着他的脚步，那时萦绕在他们心头，被称为思想的东西，往往只是某种交融的借口。这种交融比规避情感和掩饰爱意还要深奥。母亲的心脏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一次严重发病后，他把杰罗姆叫到床前，气息微弱地说，我可怜的孩子，你瞧，我已经老得不行了，终有一天会突然离开你。杰罗姆再也忍不住，哽咽着喊出了那句藏在心底许久的话，妈妈，你知道的，我想娶阿丽莎。母亲的眼中泛起温柔的光，她重复了好几遍，是啊，杰罗姆，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是啊，我的孩子，主自有安排，愿上帝保佑你们。
愿上帝保佑你们二人。”说罢，他便昏睡了过去。不久后，母亲在一个平静的傍晚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只有杰罗姆和阿斯布尔顿小姐陪在他身边。第二天，舅舅从勒阿弗尔赶来，给杰罗姆带来了一封阿丽莎的信。信上写着：“我的朋友，弟弟杰罗姆，在他临终前，我没能说出他期待已久的话，实在太遗憾了。那本来能给他带去莫大的安慰。如今，但求他能宽恕我。从此以后，只有上帝能指引我们俩了。你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柔的阿丽莎。”芬格斯马尔的花园是杰罗姆与阿丽莎共同的精神胎记，是他们爱情最初的温床，也是他们日后所有痛苦的永恒参照系。这座花园里的阳光、花香、林荫道与暗门，见证了两个孩子最纯粹的心动与信赖，也埋下了这场悲剧最深的伏笔。当他们在教堂里听见那句关于窄门的训诫，当他们决意要将这份花园里萌生的世俗之爱抬升到天国里的神圣之爱时，命运的齿轮便已经悄然转向。而露西尔·布科兰的轻浮与背叛，像一道无法磨灭的阴影，永远刻在了阿丽莎的心里。她从母亲的身上看见了世俗情欲的丑陋与不可靠，看见了感官之乐对灵魂的腐蚀。这份对母亲的不信任与清教伦理下对德性的极致追求，天生对不完美幸福的排斥交织在一起，让他对一切世俗幸福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对亲密关系生出了深层的恐惧。他以为自己走向的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却不知道从一开始他就已经把自己关在了幸福的门外。母亲离世后，杰罗姆在巴黎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活。他重读修辞学，准备考取证书，而他最好的朋友阿贝尔·沃蒂埃牧师的儿子，不等征兵便提前入伍服了兵役。1年后，两人一同考入了巴黎高师。从巴黎到勒阿弗尔的距离被一封封书信填满了。杰罗姆每周日都会给阿丽莎写一封长信，事无巨细地向她讲述自己的学业、生活、读过的书与见过的风景。他会在喜欢的书页上做满标记，只因为觉得阿丽莎会喜欢。他会根据阿丽莎的兴趣决定自己要钻研的方向，他的整个人生都在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前行。阿丽莎也会回信，频率与杰罗姆相差无几，可杰罗姆却始终隐隐感到不安。他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阿丽莎的附和更多是出于对他学业的鼓励，而非发自内心的精神共鸣。他总是借着评价、争辩与批判，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杰罗姆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把这场通信当成了一场需要保持体面的游戏。可他早已下定决心不再抱怨，信里从未流露出半分不安，只是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的灵魂摊开在纸上，寄往那个诺曼底的农庄。新年假期临近时，杰罗姆收到了阿丽莎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彻底打碎了他对未来的全部规划。信上写着：亲爱的杰罗姆，对于你的提议我考虑了很久，我比你年长太多，这一点让我担忧。你还没有机会见到其他女人，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可我却想到了将来委身于你后，你若不再喜欢我，我会多痛苦啊！毫无疑问，你读到这封信会很气愤，我仿佛听见了你的申辩。不过我还是请你再等等，等你增长一点阅历再说。要明白，我说这番话只为了你，至于我，相信永远不会停止爱你。阿丽莎。杰罗姆的心乱如麻，他拿着信跑去找阿贝尔。阿贝尔看完信，抿着嘴摇了摇头。
我希望你至少别回信，一旦开始和女人争吵，你就输定了。听着，我们周六去勒阿弗尔过夜，周日一早就能到芬格斯马尔，周一还能赶回来上第一堂课。我用很久没见过你的亲戚当借口，足够体面了。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来不及防备。就这样，两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芬格斯马尔的门口。朱丽叶特最先跑出来迎接他们，一见到杰罗姆，便兴冲冲地告诉他，有人向自己求婚了。求婚者是尼姆的葡萄园主爱德华·泰西埃尔。今年春天在社交场合见过他几次后，便对他念念不忘。普朗提埃姨妈写信来说，对方人品出众，甚至愿意等他长大。那他有希望吗？杰罗姆故作轻松地问。喂，杰罗姆，开什么玩笑？他是个经商的，你要是见过他，就不会这样问了。朱丽叶特涨红了脸，随即又压低声音问，阿丽莎给你写信了？杰罗姆把那封拒绝订婚的信递给他，朱丽叶特看完，脸颊涨得通红，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愠怒。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的理解是，他想给你自由。可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自由。杰罗姆的声音里满是委屈。你明白他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我吗？不知道。朱丽叶特生硬地答了一句，便转身跑回了屋里。钢琴声很快从客厅里传了出来，曲调却无精打采，满是慌乱。杰罗姆在果园深处找到了阿丽莎，她戴着一顶阿贝尔旅途中寄来的泽兰产大女帽，正采摘着今年初放的菊花。听见她的脚步声，身体忍不住微微站立起来。她转过身，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仿佛之前那封决绝的信从未存在过。你的信把我招了回来。杰罗姆的声音微微发颤。我早料到了。阿丽莎的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正是这一点让我生气。你为什么看不懂我说的话呢？我和你说得很清楚，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福，你却还建议我改变，我拒绝了，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那天的阳光格外温暖，阿丽莎的笑容像阳光一样融化了杰罗姆心里所有的不安。他站在他身边，告诉他自己在巴黎的生活，高师严明的纪律，每周日给他写信的期待，还有对未来的全部规划。他说，如果你希望这样，咱们就不订婚了。我那么爱你，可以等你一辈子。可是阿丽莎，一想到你不再爱我，或者怀疑我的爱，我就受不了。哎，杰罗姆，我不怀疑你爱我。阿丽莎的声音平静又忧伤，可她的笑容却依旧像从前那样和煦静美。那天余下的时光，4个人围坐在一起，轮流读着斯温伯恩的诗歌，直到夜幕降临。临走前，阿丽莎拥抱了杰罗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答应我，以后别胡思乱想。回巴黎的火车上，阿贝尔突然扑过来抱住杰罗姆的脖子，高声喊道，我要告诉你一件新奇又美好的事，杰罗姆，我疯狂地爱上了朱丽叶特。去年我就有所察觉，现在这是实打实的了，我的一生已经定好了。他像个孩子似的在坐垫上滚来滚去，兴奋地规划着未来。等新年假期，我们再去勒阿弗尔，我向朱丽叶特求婚，你和阿丽莎就能顺理成章地订婚了。我们2对新人一起举办婚礼，一起去旅行，一起干一番大事。杰罗姆被他的热情感染了，他开始相信阿丽莎的拒绝只是因为不想在妹妹之前结婚。只要朱丽叶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阿丽莎就再也没有理由推开他了。可他不知道，这场他满心期待的双重幸福，
最终会在圣诞夜的圣诞树前碎得一干二净。圣诞节前夕，杰罗姆与阿贝尔再次前往勒阿弗尔，借住在普朗提埃姨妈家。这位热情却笨拙的姨妈一见到杰罗姆，便忍不住追问他和阿丽莎的婚事。杰罗姆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含糊地说了阿丽莎拒绝订婚的事。没想到姨妈听完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好孩子，他做得对。我早上和他聊过了，他跟我说他不想比妹妹先结婚。他还跟我说怀疑你们是不是适合，他觉得对你来说自己年龄太大，希望你找个像朱丽叶特那个年纪的。你看，什么也比不上实话实说，有什么好纠结的呢？杰罗姆的心瞬间被狂喜填满了，他立刻跑去找阿贝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可阿贝尔听完却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字一句地说：傻瓜，他爱的是你，笨蛋。阿丽莎无意间发现了妹妹的秘密，她想给她让位。阿贝尔告诉杰罗姆，那天早上他和朱丽叶特聊了很久，朱丽叶特看起来漂亮又生机勃勃，可她所有的兴奋与雀跃全都是因为谈起了杰罗姆。她刚一开口表明心意，朱丽叶特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连说了好几遍早料到了，可语气里却满是猝不及防的慌乱，随即冲进了阿丽莎的房间。他听见里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他还告诉杰罗姆，阿丽莎信里那句依赖他人之人必将遭遇不幸，他一直以为是高乃伊的诗句，其实出自拉辛的手笔，就像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认错了方向。圣诞晚会当晚，普朗提埃姨妈家的圣诞树被装点的灯火辉煌，孩子们的笑声与音乐声交织在一起。杰罗姆刚走进玄关，阿丽莎便迎了上来，她浅色的上衣领口处带着杰罗姆送给她的那枚紫金十字架，那是她母亲的遗物。她的面容疲惫，神情里满是忧伤，声音压抑又急促。你怎么来这么晚？我本想跟你谈谈。可没等他们说上几句话，进来的客人便隔开了两人，阿丽莎只能匆匆转身回到了孩子们中间。没过多久，朱丽叶特拉住了杰罗姆的手臂，把他拽进了空无一人的冬季花园。他满脸通红，双眉紧蹙，眼睛里却闪着发烧似的光。你知道阿丽莎希望我先结婚吗？他立刻开口问道。知道。杰罗姆点了点头。他定定地望着他，一字一句地喊了出来。那你知道他希望我嫁给谁吗？嫁给你。现在我知道往后该怎么办了。话音未落，他便猛地打开门，甩门而去，留下杰罗姆一个人站在原地，浑身冰冷。他终于明白了阿丽莎的牺牲。他以为妹妹深爱着杰罗姆，便执意要推开这份爱情，用自己的退出成全妹妹的幸福。晚会的后半程，杰罗姆在门口见到了失魂落魄的阿贝尔。阿贝尔告诉他，朱丽叶特拒绝了他，而那个尼姆的葡萄园主爱德华·泰西埃尔正一步步走向朱丽叶特，拉起了他的手。杰罗姆眼睁睁地看着朱丽叶特没有回头看他，手却任由那个陌生的男人握着。下一秒，朱丽叶特突然向后倒去，不省人事，客厅里瞬间乱作一团。阿丽莎跑到杰罗姆身边，身体微微发抖，靠在他的肩膀上哀求道：杰罗姆，这事不能这么办，他不喜欢他呀，今天早上他才跟我说呢。杰罗姆，想办法阻止他呀。啊，将来他该怎么办呀？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朱丽叶特最终还是答应了爱德华的求婚，在第二年的7月举行了婚礼。杰罗姆与阿贝尔以考试为托辞，没有出席婚礼，只送去了祝福。而阿贝尔在圣诞夜事件后，连夜坐船前往南安普顿，彻底退出了朱丽叶特的生活，再也没有回头。
婚礼过后，阿丽莎给杰罗姆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抄录了拉辛的诗句：是何等战胜尘世的魔力，引我来见上帝！依赖他人之人，必将遭遇不幸。他写道：我每日都感谢上帝，将我们二人一起拉向了他。他还在信里说，朱丽叶特在蜜月里过得很开心，爱德华对她百般呵护，她似乎真的获得了幸福。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阿贝尔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如胶似漆》，这本书在巴黎大获成功，可阿丽莎在信里却满是鄙夷与批判。她写道：真感谢阿贝尔没给我寄书，我每翻一页都觉得丢脸。虽然书里蠢话比下流话多，但我并不是因为书本身而感到丢脸，而是因为阿贝尔而感到羞耻。我在书中一页页找寻评论家所发现的伟大天才的痕迹，却是徒劳。他还引用了《永远的安慰》里的句子：凡是真正渴望真实荣耀的人，必会放弃世俗的荣耀。但凡无法鄙视现世荣耀的人，显然并不会真正爱上天主的荣耀。他告诉杰罗姆，感谢上帝选择了他来接受这份天主的荣耀，与之相比，世俗的成功根本不值一提。从那以后，两人的通信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他们在信里谈诗歌，谈哲学，谈宗教，谈旅行，谈对上帝的信仰，谈对德行的追求，却唯独绝口不提爱情，不提婚姻，不提未来。杰罗姆去意大利旅行，把沿途的风景与感悟都写给阿丽莎。阿丽莎回信说：忘恩负义，我不是和你一起去了意大利吗？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你。不久后，杰罗姆应召去南西服兵役，严苛的训练与枯燥的军营生活没有让他有半分抱怨。他在信里对阿丽莎说，只有他的来信是他唯一的避风港，对他的思念是他唯一的引得来兮。阿丽莎回信鼓励他：你从不抱怨，我无法想象你软弱的样子。他们甚至约定，为了证明对彼此的爱与对信仰的忠诚，将重逢的时间一再延后，仿佛分离的时间越久，这份爱情就越纯粹，越接近神圣。书信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成了他们爱情的牢笼。在一封封跨越距离的信件里，他们爱的早已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对方，而是由文字构建起来的被无限理想化的幻影。杰罗姆把阿丽莎塑造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只存在于天国里的圣女，阿丽莎则把杰罗姆想象成了一个一心奔赴德行与上帝的圣徒。他们在信里进行着精神的交融，却在现实里一点点远离了真实的彼此。当爱变成了书信里的修辞与哲学思辨，那个会哭、会笑、会害怕、会犯错的活生生的人便被彻底遗忘在了文字背后。而阿丽莎的这场牺牲从一开始就藏着复杂的内核。她拒绝订婚，推开幸福，最核心的动机是宗教信仰下对极致德行的追求，其次是对妹妹幸福的成全，而那份隐秘的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骄傲，只是藏在最深处的底色。她以为拒绝世俗的幸福是向天主献上的最虔诚的献祭，却不知道这场献祭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以两个人的孤独为代价。他以为自己走在通往窄门的路上，却不知道他早已在这条路上亲手把爱人推到了窄门的另一边。1年的兵役结束，杰罗姆回到了勒阿弗尔，他满心期待着与阿丽莎的重逢，期待着这场漫长的分离过后，他们终于能并肩站在一起。可现实却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重逢的地点在普朗提埃姨妈家，姨妈和在场的亲友们都刻意避开，给他们留出独处的空间。
可这份刻意的殷勤却只让两人陷入了无尽的尴尬与沉默。他们坐在一起，说着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伪装出开心的模样，却连对视都觉得局促。布克兰舅舅也在场，他看着两个孩子手足无措的模样，只是叹了口气，私下里拉着杰罗姆的手说：“你差不多就是我的孩子了吧？”第二天，普朗提埃姨妈特意开车带他们去奥尔谢散步，想让他们能单独说说话。那天天气炎热，海岸边毫无遮阴的地方，两人沉默地快步走着。为了显得自然一些，杰罗姆牵起了阿丽莎的手，他没有挣脱，可没过多久，两人都感觉到潮乎乎的手握在一起无比难受，几乎是同时松开了手，两只手各自凄凉地垂落下去。这场重逢最终在阿丽莎的眼泪里草草收场，她推说自己头痛欲裂，再也无法继续这场尴尬的相处。回到巴黎后，杰罗姆收到了阿丽莎的信，信上写着：“最令我伤心的不是你松开了握着我的手，而是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在你手中并不舒服，即便你不松开，我也会松开。我们所有的通信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哎，我们两人的信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别了，我挚爱的兄弟，愿上帝保佑和指引你。只有在他面前重聚，我们才不必受罚。”杰罗姆在回信里第一次对这场通信提出了质疑，他恳求阿丽莎暂时停止通信，直到复活节假期，他们在芬格斯马尔再见。他说，上一次的重逢被环境、季节和旁人搅得一团糟，这一次他们要在最初相遇的花园里找回彼此。阿丽莎回信答应了他，只写了一句话：“复活节前什么都别谈，我等你。”他们的下一次见面是在阿斯布尔顿小姐的葬礼上。这位陪伴了杰罗姆一生的温柔女士，在圣诞节前4天平静离世。杰罗姆退役以后，便和她重新住在了一起，几乎寸步不离她身边，陪她走过了最后的时光。阿丽莎坐火车从勒阿弗尔赶来，只为了参加这场葬礼，下一班火车就要赶回去。教堂里，她坐在杰罗姆身边，好几次温柔地看向他，却没有说几句话。送葬的路上，他们并肩走在灵柩旁，全程几乎沉默。分别时，阿丽莎看着他，重复了之前的约定：复活节前什么都别谈。杰罗姆点了点头，轻声说：“好的，我等你。”4月底，杰罗姆如约来到了芬格斯马尔，舅舅像父亲一样拥抱了他，笑着说：“阿丽莎在花园等你。”花园尽头的圆形路口，丁香、花丘、金雀花与锦带花开得正盛，阿丽莎就站在花丛里，穿着一身白衣，听见他的脚步声，猛地转过身来，伸出双臂搭在了他的肩上。他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那双总是带着探问的眼睛此刻盛满了柔情，像极了多年前那个跪在床头哭泣的女孩。杰罗姆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他看着她，认真地说：“阿丽莎，我有12天的假期，你若不高兴，我1天也不会多待。我们约定个暗号吧，你下楼吃晚饭时，脖子上若没有戴我喜爱的紫荆十字架，就表明那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次日我便离开，不非难也不抱怨，你同意吗？”阿丽莎想了想，点了点头，笑着说：“那会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你真能就那么走吗？不流泪，不叹息，也不告别，我会像前1天那样与你分别，看起来漫不经心。你起初还会纳闷，他真的明白吗？但第2天早上，当你想找我时，就会发现我已经不在了。第2天，我也不会去找你。”阿丽莎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头3天，
他们像小时候一样，一起打理荒废的花园，修剪玫瑰，嫁接花木。虽然说的不多，却丝毫没有尴尬，不说话的时候也只觉得安宁。杰罗姆看着阿丽莎的笑容，心里的希望一点点重燃。他深信阿丽莎依然爱着他，只要朱丽叶特已经获得了幸福，他就再也没有理由推开自己了。直到第4天早上，天气格外明媚，两人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看着远处的田野，杰罗姆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藏在心里许久的话：阿丽莎，现在朱丽叶特已经得到幸福，我们也别落下，我们也……他的话还没说完，阿丽莎的脸色突然变得一片煞白，她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吐出了那句贯穿全书的话：我的朋友，我们并不是为了幸福而生的。紧接着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仿佛只是一声叹息，吐出了2个字：神圣。所有的幸福在这一刻张开翅膀，冲向云霄，消失得无影无踪。杰罗姆愣在原地，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看着眼前的女孩，突然觉得无比陌生。那天晚上，杰罗姆坐在餐桌前，目光一次次落在阿丽莎的颈间。她的脖子上空空如也，那枚紫荆十字架没有出现。为了信守承诺，第2天拂晓，天刚蒙蒙亮，杰罗姆便收拾好行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芬格斯马尔。他刚回到巴黎，便收到了阿丽莎的信。信的开头引用了莎士比亚第12页里的句子，又奏起这个调子来了。它有一种渐渐消沉下去的节奏。啊，它经过我的耳畔，就像微风吹拂一丛紫罗兰，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够了，别再奏下去了。它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甜蜜。信里写着：我的朋友，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找了你一早上，无法相信你已走了，还恨你信守承诺。朋友啊，我对你的爱丝毫未减，非但如此，你一靠近我就慌乱局促，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我爱你那么深，却那么绝望。我必须承认，你也看到了，离你越远，我就越爱你。哎，这一点我也曾预料到。这次期盼已久的重逢让我彻底了解了，所以我的朋友，你也一样，相信这一点非常重要。别了，我挚爱的兄弟，愿上帝保佑和指引你，只有在他面前重聚，我们才不必受罚。现在起去爱上帝吧，我永远都是你的阿丽莎。杰罗姆回信说，因为抱着与你重逢的期待，在我眼里最险峻的小道也总是最好的。可阿丽莎在回信里却只反复强调，神圣并非一种选择，而是无法逃避的责任。她执意要走向那条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窄路，再也不肯回头。这一别便是3年。3年里，布克兰舅舅因病离世，杰罗姆正在巴勒斯坦旅行，没能赶回来送葬。他给阿丽莎写了一封长信，却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直到3年后的夏末，杰罗姆回到勒阿弗尔，在本能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了芬格斯马尔。他没有提前告知，也不想像普通客人一样登门造访，只是沿着农场4周的路堤慢慢走在花园的围墙外。他想在林荫道上散散步，在他们曾经坐过的长椅上坐一会儿，留下一点来过的痕迹，然后便转身离开。可就在他走到菜圃的小岸门前时，突然听见了门内传来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他刻在骨子里的声音轻轻响了起来：是你吗，杰罗姆？杰罗姆的心瞬间僵住，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门内的声音又提高了一些，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又问了一遍：杰罗姆，是你吗？
他再也忍不住，跪倒在地，用胳膊捂住脸，泪水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阿丽莎绕过围墙，走到了他的身边，俯下身来，他吻遍了他那双纤弱的手，一遍遍地念着他的名字。你为什么躲起来？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仿佛这分别的3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如果你没撞见我，我就直接离开了。杰罗姆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我一直在等你。3天来，我每天黄昏都会来这里，像今天一样呼唤你。阿丽莎递给杰罗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他当年在意大利写给他的所有信件，他一封不落地保存着。他又从怀里掏出那枚紫金十字架，递到杰罗姆面前，轻声说：听好了，杰罗姆，这里面是我的紫金十字架。这3天来我一直随身携带，因为早就想给你了。给你女儿戴吧，算作你对我的纪念。什么女儿？杰罗姆看着他，高声喊道：阿丽莎，我还会娶谁呢？你明知道我只会爱你一个。他疯狂地搂住她，近乎粗鲁地将她按在怀里，吻上了她的唇。有那么一瞬间，阿丽莎似乎放弃了抵抗，绊倒在他的怀里，可下一秒，他轻轻推开了他，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既精准又悦耳的声音说：可怜可怜我们吧，我的朋友啊，别让这份爱万劫不复。他的嘴唇抖个不停，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却依旧固执地说：还记得那天吧？因为爱着彼此，我们期待对方能获得高于爱情的东西。从那一天起就已来不及。是你，我的朋友，你让我的梦缥缈高举，所有尘世的幸福都会让它破灭。我也经常思考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模样，可一旦这爱有了裂痕，我是万万无法忍受的。那你可曾想过，我们若失去彼此，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杰罗姆的声音里满是绝望。不，从没想过。夜幕渐渐落了下来，他们并肩走回了那扇小暗门前。分别时，阿丽莎看着他，眼中盛满了难以言喻的爱意。他的手臂搭在他的肩上，既想挽留又想远离。他轻声说：再见了。不，别再走近了。再见，我的爱人。现在最美好的东西就要开始了。门被关上，里面传来了插上门栓的声音。杰罗姆靠着冰冷的门板，在无尽的黑夜里失声痛哭。不到1个月，杰罗姆收到了朱丽叶特的来信，信里带来了一个让他痛彻心扉的消息：阿丽莎已经不在人世了。朱丽叶特在信里说，杰罗姆离开后的第3天，阿丽莎便独自离开了芬格斯马尔，去了巴黎，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罗贝尔和爱德华找了很久，最终在巴黎的一家小疗养院里找到了她，可一切都太迟了。她在疗养院里孤独离世，临终前在信封上写下了他们的地址，还留下了一封遗嘱和一本写给杰罗姆的日记。公证员很快把那本密封的日记寄给了杰罗姆。翻开日记的那一刻，他才终于看见阿丽莎那颗在信仰与爱情之间反复撕裂的心，那些他从未在他面前展露过的最真实的挣扎与痛苦，全都写在了这本日记里。他在日记里写：上帝啊，您清楚地了解，必须有他在，我才能爱您。他写：上帝呀，把他给我吧，我会把心献给您，只要让我再见到他就够了。他写：若没有他，无论怎么活都是苟延残喘，我不会有丝毫快乐。我所有的德行都是为了取悦他，然而靠近他时又觉得德行不堪一击。他写：主啊，
别让我拥有很快就能实现的幸福，教会我延迟幸福吧，一直延迟至来到您面前。他写，如果没有进步空间，无论多幸福，也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象的天堂之乐，并非复利于上帝的混沌状态，而是无限接近再接近的状态，永无止境。如果我不怕玩弄字眼的话，可以说一切没有上升性的欢乐，我都不屑一顾。而最让杰罗姆心碎的是日记里的那句话：上帝呀，你指引我们走的路是一条窄路，窄到容不下两人并行。日记的最后几页写满了他在疗养院里最后的日子。他写，欢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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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泪。他写，我猜测这绚烂的欢乐处于俗世的喜悦之上，是远离一切痛苦的彼岸。我抵达的悬崖，它的名字叫幸福。他写，杰罗姆，我想告诉你什么是完美的欢乐。188某年10月16日，阿丽莎在巴黎的小疗养院里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的遗愿是让自己下葬时带上那枚他送给杰罗姆却被他拒绝了的紫金十字架。爱德华和罗贝尔遵从了他的遗愿，让那枚见证了他一生爱与痛的十字架永远陪在了他的身边。在杰罗姆离开芬格斯马尔后，他收到了雅典学院的任职邀请，可他对这份旁人艳羡的机会毫无兴趣，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答应了下来。一想到可以离开法国，他就像越狱一样高兴。他以为离开就能摆脱这份痛苦，却不知道阿丽莎早已刻进了他的生命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永远困在了那道窄门里。重逢的尴尬与沉默，是现实对理想最残酷的报复。当书信里那个完美的爱人真真切切地站在面前时，他们才发现彼此都无法承载对方赋予的圣光。阿丽莎后来的平庸化改造，缝补破旧的袜子，送走客厅的钢琴，把书架上的经典换成庸俗的宗教小册子，否定曾经无比热爱的帕斯卡尔，从来都不是为了迫使杰罗姆放弃对自己的神话，而是他主动简化灵魂，走向上帝的必然选择，推开杰罗姆，只是这场选择的结果，而非目的。那枚紫金十字架从最初爱情的信物，最终变成了这场献祭的象征。它见证了两个年轻人最纯粹的心动，见证了一场被信仰异化的爱情，也见证了一个女孩如何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上帝、对爱情的献祭。而日记里的那些独白，让我们终于看见，阿丽莎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情的圣女，她的一生都在爱与信仰之间反复拉扯。她深爱着杰罗姆，却又坚信这份世俗的爱会阻碍他们走向永生，最终只能选择用远离来证明自己的爱。她到死都不知道，那道她毕生追寻的窄门，从来都不是容不下两个人，只是她从一开始就执意要一个人走。阿丽莎去世10年后，杰罗姆在普罗旺斯旅行，顺道去了尼姆，拜访已经在那里定居多年的朱丽叶特。10年的时光彻底改变了曾经那个活泼明媚的女孩。泰西埃尔一家住在市中心菲舍尔大街的一栋漂亮小楼里。杰罗姆被女仆领进客厅的那一刻，几乎以为自己见到了当年的普朗提埃姨妈。朱丽叶特有着和姨妈一样的步态，一样的阔肩，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情。她一见到杰罗姆，便拉着他的手，没完没了地问起他的职业生涯、巴黎的生活、日常的消遣与人际交往。不等他回答，又自顾自地说起了家里的近况。她告诉杰罗姆，丈夫爱德华的葡萄种植园生意越做越大，大女儿丽丝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3个儿子也都健康长大，
最小的弟弟罗贝尔已经把芬格斯马尔卖掉，定居在了埃格维福，成了爱德华的合伙人，负责改良葡萄品种，扩大种植规模。杰罗姆的目光扫过客厅，在翻新的家具里认出了好几件当年芬格斯马尔小楼里的物件，往事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心湖，激起阵阵涟漪。可朱丽叶特却像没事人一样，丝毫没有提起阿丽莎。两个12、13岁的男孩在楼梯上探头探脑，朱丽叶特把他们叫到跟前，向杰罗姆介绍。他又笑着说，10岁的三儿子出去散步了，很快就会回来，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女儿睡在隔壁他的卧室里。说着，他便拉着杰罗姆往卧室走去。卧室里的摇篮轻轻晃动着，里面躺着一个熟睡的女婴。朱丽叶特俯下身，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轻声说：杰罗姆，我不大敢写信问你，你愿意做这个孩子的教父吗？杰罗姆的心头一颤，俯下身看着摇篮里的孩子，轻声问：我的小教女叫什么名字？朱丽叶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回答道：阿丽莎。她长得有点像她，你不觉得吗？杰罗姆紧紧握住了朱丽叶特的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小心翼翼地从朱丽叶特怀里接过这个名叫阿丽莎的小女孩，孩子睁开了眼睛，懵懂地看着他。那一刻，他仿佛又看见了诺曼底花园里那个穿着白衣、眉眼温柔的女孩。朱丽叶特把杰罗姆领进了一间临街的小房间，这里的窗户紧闭着，窗外是郁郁葱葱的院子，与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彻底隔绝。屋子里只摆着一张躺椅和一张小小的书桌，安静的仿佛能听见时光流淌的声音。有空我就会来这里避一避，这是整个家里最安静的房间。在这里，我觉得可以些许逃避生活的侵扰。朱丽叶特窝进躺椅里，抬起头看着杰罗姆，轻声说：如果我还算懂你，你是想忠于对阿丽莎的回忆吧？不如说是为了忠于她以为的我吧。杰罗姆的声音很轻。不，别把这归功于我。我想我无路可逃，若是娶了另外一个女人，我也只能假装爱她。你怎么还不结婚？等什么呢？朱丽叶特终于问出了那句藏在心里许久的话：等着忘掉一些往事。杰罗姆低声回答：你希望早些忘掉吗？朱丽叶特追问。我希望永远不忘。杰罗姆坚定地说。所以你觉得这种无望的爱情可以在我们心中留存那么长时间吗？朱丽叶特问。是的，朱丽叶特。杰罗姆坚定地回答。他又问，尽管在生活的摧残下每日栉风沐雨，这爱火依然不灭吗？杰罗姆没有作答。夜幕像阴郁的潮汐一样涌了进来，吞噬了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黑暗中，杰罗姆仿佛又看见了阿丽莎的房间，那些桃花心木的家具，那些他和她一起读过的书，那些洒满阳光的清晨与黄昏。他和朱丽叶特在黑暗中对坐着，默然不语。好了，该醒醒了。朱丽叶特终于开口，她站起身，向前跨了一步，却又像是精疲力竭一样跌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哭了。就在这时，女仆掌着灯走了进来，暖黄的灯光驱散了黑暗，也照亮了两个被往事困住的人。阿丽莎死了，她把自己献祭给了她所信仰的更美好的东西，献祭给了那道通往永生的窄门。她到死都坚信，只有在上帝面前，她才能和杰罗姆真正重逢，获得永恒的幸福。可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毕生追寻的神圣，
从来都不在世俗幸福的对立面，爱上帝与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杰罗姆活着，活在我希望永远不忘的誓言里。他终身未婚，守着对阿丽莎的回忆，守着那个被理想化的幻影，走过了一生。他以为自己的坚守是对爱情的忠诚，却不知道他和阿丽莎一样，都被困在了那道窄门里，再也走不出来。朱丽叶特也活着，她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生儿育女，过上了世俗意义上圆满的生活。她把最小的女儿命名为阿丽莎，让那个名字在尘世里延续下去。这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她对姐姐最复杂的告慰，是她对那段被辜负的少女心事最温柔的和解。记得用窄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的永恒悖论图景。阿丽莎试图通过拒绝杰罗姆来更纯粹地爱他，却最终在孤独中耗尽了生命。她的悲剧在于，她将爱与占有截然对立，将德行与幸福视为水火不容。她以为自己走在通往永生的窄路上，却亲手关上了幸福的大门。而重堵窄门，便是重访我们每个人心中那道横亘在爱欲与圣洁、理想与现实、永恒与当下之间的天堑。它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是否也曾像阿丽莎一样，为了一个过于崇高的理想而亲手推开了触手可及的幸福？我们是否也曾把窄门当成逃避的借口，用对未来的期许来掩盖对当下亲密的恐惧？那道窄门始终都在，它依旧通向永生，可它从来都不是容不下两个人并肩同行。真正让我们无法穿过窄门的，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我们对爱情的恐惧，对完美的执念，对世俗幸福的不屑一顾。而关于那道窄门最终的答案，记得从未说破，也永远不会说破。它藏在每个读者的选择里，藏在我们每个人对爱与幸福的定义里。